好，接下來持續關心的是伊朗打臉川普哦，這個很酸。美國跟以色列現在是在祈求要做協商，並且呢，伊朗在荷姆斯海峽這邊現在進行的是雙軌制大發橫財，怎麼回事？已經造成了全球的供應鏈拉起警報了。今天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現在呢，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川普說這個荷姆斯海峽已經非常的穩定了，但是現實是完全的打臉的。我們來看到川普說了，伊朗將會放行20艘的油輪，並且展現誠意。川普也說了，荷姆斯海峽現在很安全吶，局勢正在恢復當中。那麼財政部長貝森特也跟着川普來喊話，說美國已經重新的控制荷姆斯海峽，不排除會透過美國或多國一起來聯合護航。但是這話還沒說完，我們看到立刻在荷姆斯海峽發生的事故，來自於英國海事貿易行動辦公室最新的消息指出，一艘油輪在荷姆斯海峽遭到了不明飛行物擊中後，立刻起火。另外就是科威特的石油公司的油輪了，在停靠在杜拜的时候，立刻遭到伊朗的自殺式無人機攻擊。而伊朗的第一副总統也立刻說，現在是伊朗的敌人在祈求德黑蘭與他們談荷姆斯海峽的事宜。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川普說這個荷姆斯海峽局勢已經非常的穩定了，這個是軍事判斷，還是在穩定目前市場？它持續要來操控金融市場，來謀求更多的獲利。大使怎麼看？川普我認為有2個目的，一個就是要穩定這個油價啊，另外一個呢，就是在怎麼講呢，在欺敵，因為川普很喜歡一面談判，然後就偷襲別人，所以現在伊朗就是不信。伊朗好几次說我被你騙2次了，你都跟我講在談判，我也跟你談了，還談這中間就出手了，所以就是說，那這川普一貫的用法，他不是表示說我不打了哦，他沒有說我不打哦，所以我現在要跟你談啊，可能談一半就打了哦，對，所以這個是川普一貫的伎倆，他從來沒有說我現在停戰，我跟你談判，或者說我現在談判我們就停戰。都沒有這種事情，他都是2手都一起在用的。那當然啦，他這個很明顯的是為了這個油價哈，他幾次放出利多，剛開始的時候很管用啊。他一講哇，油價立刻跌下來。而我們現在準備再過幾天就停火了啊。我們現在已經在談判，談判的非常好。結果呢？那第2天，伊朗說我沒有在跟他談判啊。川普啊，他的這個策略包括說謊。我覺得川普認為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可以說謊。說謊如果說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話，他就盡量說。所以川普真的說謊真的是啊，一天要說好幾個，一個禮拜加起來幾十個，一個月加起來數百個謊言。可是他覺得這是對國家好嘛。對不對？只要對國家好就可以，目的決定手段。那問題就變成伊朗已經說了，伊朗說我們到現在也沒有跟美國在談判啊，我們是幹嘛？我們是透過斡旋者跟美國有交換訊息，這個是伊朗方面官方講的。可是川普就說在談判。那不過就是說，不管談判也好，還是打也好的話，我覺得川普的所有的這個這些做法的邊際效用快速遞減。他最近一次講說談判啊，荷姆斯海峽20艘船出來了，然後馬上要談了，馬上要停了，股市、油市都不動。所以大家說你能騙我1次，對不對？我是傻瓜。你騙我2次成功的話，對不對？我就是真的傻瓜。好，現在金融市場已經沒有這麼好的操控了，大家對於川普的不信賴度正在快速的提升當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伊朗呢正在透過荷姆斯海峽賺更多的錢呢？我們現在來看到伊朗，它現在針對荷姆斯海峽採取的叫做雙軌制。好，有分成說，第一個叫做安全通道，第2個叫做高價通道。安全通道就是說呢，友好的國家我會讓你安全的通過去，包括中國、俄羅斯、巴基斯坦、印度等等。那高價通道就是說，這些你不是我的好朋友的，那你就要付数百萬的美元附帶政治條件。那如果是对美國跟以色列，那就不用說了，是絕對不能通過的。那收益現在根據了解是非常驚人的，每天呢石油收入是戰前的2倍。
這個資金就流向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去支撐他們繼續打仗。那另外還有一個最新消息是，伊朗的國會初步已經批准荷姆茲海峽的這個過路費法案，未來會採伊朗本幣來做付錢，也就是說，伊朗現在更能夠去掌握荷姆茲海峽了嗎？尚志哥又怎麼看？对，我們錄影前幾個小時前，這個革命衛隊宣布，他們已經立法通過了荷姆斯海峽收費標準。對，我們知道其實伊朗就長期以來被禁運，那麼包括被制裁，所以其實通膨、貨幣貶值民不聊生啊。那這個荷姆斯海峽是什麼概念？先前推估，因為資本市場都在討論這件事情，然後我也聽到很多很有趣的消息，他在就過路費過一次收200萬美金，很多對吧？可是因為那個油賣的真的更多啦，這只是小 case 而已。一天荷姆茲就渡過140艘，這是什麼概念？一年伊朗在這裡就會收超過1000億美金，哇，那就大概是它整個這個一年的 GDP 大概30%，荷姆茲海峽。所以為什麼趕快立法通過？而且我們對比一下，最近不是現在俄羅斯現在可以開始賣油嗎？他們俄羅斯一個月大概可以賺60億美金，12。我靠，真的是伊朗賺的比俄羅斯更還多哈，所以這裡頭就到這筆賬裡頭，其實真的就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實可以想象，川普先前已經說漏嘴了，說他要打伊朗就是為了他的油。那麼，但是我想，川普死命都沒有想到，荷姆兹海峽這印鈔機，他的千算萬算沒想到，一定是羨慕嫉妒恨的。所以這裡頭如果有任何不理性的部分的攻打動作，我認為也是這個，因為商人真的很難受，竟然沒有料到那個金雞母就在那裡被伊朗控制住了。當然，其實資本市場本身就是一個衝撞，在現在荷姆茲海峽當中，只要有一通過之後呢，它可能就不是會掐脖子了。因為等於是開始收錢了嘛，大家現在覺得能源斷供的這件事情，在全球能源市場可能就會獲得一些疏解。我不得不說啦，其實有很多方式發戰爭財。剛剛講赫格塞斯，他們叫賺戰爭財。資本市場其實多空交戰，只要跌了這邊虧了，有人就賺了哈。資本市場股市本身就是一個戰場。當然，像荷姆茲海峽這個比較像是蓋海關那個自咕蓋一下，然後就可以收錢。這個我認為現在整個戰爭財裡頭最迷人，而且最高效，但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收下去。但是總是來說，對於伊朗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國家財政創意大突破。好，這個伊朗現在竟然是也賺起了大筆大筆的戰爭財哦。但是另外一方面賠賬的荷姆茲海峽的就是全球的供應鏈。我們來看到有幾項比較重點的這個能源供應鏈受到阻礙的，包括了這個20%的 LNG 跟石油運輸受阻，當然油價就狂飆嘛。再來就是氮氣的缺乏，工業原料包括塑化的缺乏，還有航運受阻，糧食危機也掀起，包括了氮肥跟尿素大漲了50%。川普針對荷姆茲海峽，接下來他的行動是什麼？幹哥又怎麼看？好，我跟你講哈，我們那個油價哈，不用多想，會繼續上漲。我們現在去加油，其實台灣人很有感，你只要1公升給我多了幾毛錢，我都有感。所以我們現在只停留在對於油價的那種注意力。接下來你會對於民生用品，而且最簡單的叫塑膠袋，為什麼？塑膠袋現在變成已經是開始有一些比較大的行號，它在開始管制了。但是有另外一部分人覺得說不會鬧到那麼大。其實塑膠袋很簡單，它的原料聚乙烯，從哪裡來的？它就要靠氮肥啊，那都是從中東來的嘛。你現在船都出不來，大家眼睛都看着那個20%的石油通行量，你都沒有想到氮肥啊，你都沒有想到 LNG 天然氣這些東西都跟着一起非常重要。我們就說亞洲許多國家如果缺乏了這方面的進口的話，那整個國家的那個經濟態勢馬上就會立即受到撼動的，這很明顯。現在你還看不出來，因為什麼？因為你還有庫存。等到你的庫存用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不行了。等到你要整個要反應過來的時候，從別的地方再進口的話，曠廢時日，而且會拉得很長。所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說，我們會重新控制荷姆茲海峽的哦。你要怎麼重新控制荷姆茲海峽？我們說了半天，貝森特你一個財政部長，我不太懂哎。你又不是赫格塞斯，你的軍事部署在哪裡？商務部長懂得國防部長他的軍事部署，重新取得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現在最新消息告訴你，迪利波里號啊，現在這個已經在當地了。全4號要趕到現場的話，
還要1個禮拜才到得了，只有1艘閃電航母事情辦不成的，你一定要有至少2艘以上的閃電航母，再加1艘真正的航空母艦，你才可以重新掌握核武資的通行權。不然的話，光是見證者136無人機就可以把你給封死死的，所以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講這種話。